我来这儿就是想找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，认认真真的当个没用的废人。红豆的想法也是和现在大多数年轻人一样，反正没房没车没对象，活得这么累，倒不如洒脱一点。他一边感慨着，一边展示着自己的腿，抱怨每天站着工作，连足弓都踩踏了。阿瑶听后不仅不安慰，还笑出了声。足弓踩踏？笑归笑。阿瑶赶紧道歉，表示能让别人笑得这么开心，那你也是有福报的。在阿瑶看来，人如果把自己绷得太紧会出问题的。话虽然说的没错，但是红豆觉得绷不绷得紧不是自己能选择的，就上时钟上了发条，不跑到华司谁又愿意换呢？我看你条件也挺好的啊，化个妆收拾一下，你是板扎的大美女，还愁找不到一个条件好的对象吗？我图人家条件好，人家图我大美女，那再过了几年我还是大美女，那人家条件还好吗？你活得这么通透吗？只有自己拥有的才是自己的。这天，阿瑶和小春在商量招人的事情。为了方便在村里管理，阿瑶灵机一动想到一个人。村里不是正好来了个刚从5星级大酒店离职的许经理许红豆吗？在管理这方面的经验肯定不会少。但是现在有个很棘手的问题，就是红豆是来度假的，要让人家来帮我们管理，可不一定同意。据我观察，许红豆这个人吧，人挺勤快，也善良，最重要的，他还挺喜欢我阿奶的。综上所述这些弱点吧，不是，等会儿，弱点？谢之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又要给人家讲你回乡创业的故事啊？道德绑架法。我这商业上的事儿怎么被你们说的这么难听啊？说的真好听啊！阿瑶随后回家吃饭时，就开始疯狂暗示红豆。阿奶在一旁像在嗑八卦一样看着他俩，而阿瑶因为临时有事要出去一趟，就拜托红豆送阿奶出摊。刚开始阿奶还没有反应过来，但随后便心领神会，误以为孙子要追红豆。你一会儿帮个小忙。又要让我帮什么忙？你帮我跟他讲讲我回来创业的故事。又要留人？哎呀，不是，是想让他帮个忙。那是往残里讲，还是往好里讲？往难里讲。阿奶听后微微点头表示了解，紧接着在收拾东西时，她直截了当的就问红豆有没有男朋友。没有。怎么还不找呢？没遇到对眼的。看上对眼的就行啊。遇到对眼的就行啊。那家里穷的呢？穷点没事啊，我可以赚钱。阿奶一听顿时笑开了花，因为照红豆这么一说，自己的孙子还是有希望的。而看着此刻忙碌的阿奶，红豆心中满是怀念和感慨，不禁回想起那年夏天在姥姥家，天气炎热，蝉鸣依旧，姥姥在旁边悠然地给自己摇扇解暑。年幼时的红豆把虫子当宝贝，要搂着虫子睡觉，却引得大姐很是不满，二人也因此吵得不可开交。要不是姥姥出面主持公道，他才没受什么委屈。那时的他最大的梦想是开个大超市，因为挣了钱可以给姥姥买烧鸡吃。现在姥姥不在人世，但是红豆却在谢阿奶身上闻到了和姥姥身上一样的烤面包味道。红豆陪在阿奶身边，一边吃着烤豆腐，一边听着阿奶说阿瑶回乡创业的事情。之前呢，村里有人开网店卖东西倒闭了，阿瑶给接过了。后来又有人办客栈，就是你住的那个院，也倒闭了，阿瑶又给接过来了。就连他现在接过来的那个扎染坊，也都是人家办不下去了，他接过来的。听完阿奶的讲述后，红豆对阿瑶瞬间产生了一些好奇，心想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阿瑶不惜丢掉北京的工作回乡创业。随着时间慢慢一点点过去，红豆才发现自己做了半天也没见一个顾客，他突然紧张了起来。但是阿奶却早已习惯，表示虽然摆摊挣不了多少钱，但是足够为家里添点柴米油盐。3000、300。当然阿奶一点也不偏心，从大学起阿奶就给大孙子阿瑶攒钱娶媳妇，这倒是引起了红豆的好奇，想知道他攒了多少。攒了多少呀？不告诉。然而刚刚的对话让他突然想起离家出走的阿远。几天前红豆体验做当地特色的鲜花饼，因为是自己做的就想分享给身边的人，于是到了晚上他来给阿瑶送饼，结果还没等他走进门，就听到阿瑶和阿远兄弟俩人在屋内争吵。让我回昆明，勿宁死！还无宁死？
不就是上课闹肚子拉裤子里了吗？阿瑶话音刚落，弟弟就气得急忙想要逃走，出门时却正好撞见了站在院子里的红豆，吓得他一不小心摔在了红豆的脚边。这时阿瑶也赶了出来，看这样眼前尴尬的一幕，红豆心中唯一的想法就是赶紧离开这当什么都没听到。然而就在他转身时，等一下，你不能走，不能走！谢主任，你干什么？把人放开！我不放，我不放，我不放！我不走，你没事哈，没摔着吧？在阿远的邀请下，红豆和阿瑶就这样静静地被关在屋内。他们三人谁也没先开口，直到红豆实在没忍住笑了之后，阿远这才意识到自己丢人丢大了。放心，我肯定谁都不讲。我不相信你。那好，那你想怎么样？你说，我听你的。就……你干嘛？吃晚饭了吗？还没呢。正好一起吃吧。刚在花婶家炖了一锅黄焖鸡。我说炖什么东西这么香哈？我有口福了。那你先坐啊，我去盛饭。我去盛饭。就这样吃饭时，他们俩人放松地聊了起来，丝毫没有在意身边的阿远。但是看着俩人吃得津津有味，阿远被馋得直流口水。这时阿瑶突然提起，如果再配上一杯阿奶的樱桃酒，那简直就是完美。樱桃酒，去，厨房的柜子上把酒拿过来。去呀，愣着干嘛？紧接着三人心平气和地吃完了晚饭后，红豆发誓保证将今晚听到的糗事不告诉别人，才被阿远放走。结果第二天阿远的糗事就被广而告之，搞得村里的人都知道他拉裤子的事。阿远想都没想就以为是红豆透露的，于是立马愤怒地打电话质问他：你答应过我保密的，你这个骗子！阿远找到了吗？没呢，离家出走了，包也带走了，还带了2件换洗的衣服。真不是我说的。这个不重要。不是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，不是我讲的。我发誓，我做梦连梦话都没讲过。没有就没有吧。什么叫没有就没有吧？没有就是没有。行，那行，一个行是行，行就是又不相信我又敷衍我的意思是吧？你先不要着急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不是，你们兄弟俩不能这样合起来冤枉我。主要是整个村子吧，就只有咱们2个人知道。整个村子就只有咱们俩知道，那不是我，有没有可能是你说的呢？你一直打断我说话就算了，我没冤枉你，你还冤枉我了，当然不是我说的呀。咱们俩如果一定有一个人说出去的话，肯定不是我。那也不是我呀。不重要，不重要。这个很重要。找你弟弟最重要。现在你笑什么？你心肠真好。有病。随后阿瑶他们几个知情人围坐在一起，讨论阿远的事情是谁传出去的。可是说了半天也没找到泄密的源头，一时间阿远拉裤子的事情竟然成了不解之谜。但是一旁的阿瑶一点没有担心的样子。我有什么好记的？他都这么大了，口袋里也有零花钱，那不如随他去，没钱了自然会回来的。你这心真是宽呐啊！他要是没钱去偷去抢咋办？那就让法律制裁他。然而众人都不知道的是，其实白天阿瑶去找弟弟时就找到了他，只看见他和邻家小弟一起手拉手，没心没肺地逍遥着。紧接着阿瑶就跟了上去，并且在阿远上厕所的时候就质问邻家小弟：阿远怎么来找你了？我们俩还有夏夏哥平时总在一块打游戏，他突然就要来找我，说要跟我一块打工。聚在一块就是玩啊，就是牵手就唱歌是吧？哥，要不你把他带回去吧，他没吃过什么苦，火锅带小工挺累的。谁说我要把他带回去了？你帮我个忙啊，就带着他打工，帮我盯着他，每天晚上呢跟我电话汇报一下他的工作情况。什么？这不是让我背叛朋友吗？哥，我不是这种人。
那你是背叛他呢，还是背叛我呢？你选一个。我背叛他了。这还差不多。什么背叛不背叛的？我这不是为了他好。亮哥，亮哥，这擦拉屎怎么这么快？直肠子，回去吧。等会儿。亮哥，亮哥，吃点好的，不准买烟了。谢谢哥。看着俩人渐行渐远，阿瑶就瞒着家里人，暂时让阿远在外面锻炼一段时间。可没想到，没过几天，红豆给阿远电话询问时，才知道他竟然在火锅店打工。阿远就在这儿。走啊！等一下，我跟谢总打个电话。哎，不用，他知道阿远在哪，他不告诉我。他知道为什么不告诉你？谁知道？阿奶，给我看一下摊儿啊。那你慢点，慢点。哎，这个多少钱？这个呀，15，便宜点行吗？阿奶，我这是最便宜的，10块。13， 10块。12，最低给您了9块。哎呀，行行行，10块给你。哎，好了，阿奶，好了，你走吧。那我把钱给你，我买给你的，走吧。哎，等一下。喂，谢总啊，我们是去找阿远。阿奶，你们家阿瑶，先别理他啊。阿奶，我让你离家出走！我让你离家出走！别打了，我让你离家出走！我让你，阿奶，疼呢。阿奶别打了，阿奶打人是不对的，阿奶别打了。他就跟我说，人找到了，在劳动改造，让我放心，别管。你看看啊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让我阿奶管。我阿奶今天要是20岁啊，她可以拿女子散打冠军了。我跟你讲，我阿爷就是年轻的时候唱歌好听，被我阿奶给抓回去的。抓回家啊？是啊，我阿爷啊人气高嘛，阿奶呢虽然长得一般吧，但是一身的力气。阿奶打不动你了是不是？好看好看啊，你最好看啊！别听他胡说，他这肯定是胡说。阿奶年轻时候肯定好看，大美女。你才是大美女呢！我们还商业互吹上了。什么吹？哼，一听就不是好话。对呀，哪是商业互吹啊？这是女人和女人之间的相互欣赏。阿奶不理他，我们吃饭。哦，对了，拍照留念。来，谢总啊，阿奶，看这儿，还比一叶多土啊！来比心，比心才土。我是不是闭眼了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你让我看看。